即使在冬天的便利商店里，还是会有人购买冰柜里的冰淇淋。书店的畅销排行榜之外，也总是有人在角落的书柜前安静的阅读。多数人的目光所在被称为主流，而小众的品味往往却是低调的坚持。主流与小众不一定是对立的概念，人生也不是只有二选一的结局。而在东京旅游，像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丰富多元的体验中，映射出内心真正喜欢的样子。有人造出了在群体中的安全感，也有人看到了冷门背后的乐趣。分享5种东京旅游的体验，有主流的人气景点对照冷门的小众体验。如果喜欢在庭园里散心，有繁华城市底色的新宿御苑对照文青气质满分的青城庭园。如果喜欢在寺庙古迹里寻求心灵寄托，有人气爆棚的浅草寺对照总是让人微笑的招财猫寺庙好德寺。如果喜欢沉浸式的展览体验，有影迷聚集的哈利波特影城对照怀旧气氛满档的江户东京建筑园。如果喜欢登高望远，可以在日本最高的晴空塔上看夕阳，对照郊区高尾山上的君临天下视野。如果喜欢欣赏夜景，有最时髦浪漫的六本木街景，对照免费平时的东京都厅观景台。5种东京旅游的角度，主流景点对上冷门奇遇，看看你是哪一派。1908年建立的新宿御苑，原本是江户时期藩主内藤家族的宅邸。最初是为皇室建造的花园，战后这里变成国家公园，让平民也能享受这里的美景。新宿发展成副都心的过程中，高楼改变了这一区的天际线，而人口激增则带来了活力。新宿御苑面积有58.3公顷，周长3.5公里，比2个大安森林公园还大。新宿御苑西侧的日式庭园，借了代代木高楼天际线的风景，在满是钢筋水泥的都市中，这样的风景不但增添了优雅的气质，还成为暂离喧嚣的都市绿洲。这里种植约1万棵树木，特别是首次引进的百合树、喜马拉雅雪松、柏树等高大的树种，
成为日本庭园中少见的景观。新宿御苑是春天赏樱的圣地，不过秋末在园区一角也有少许疗愈人心的红叶。新宿御苑附近有很多办公大楼、百货商场及餐厅，不论是想喘口气的上班族，或是想要转换心情的观光客，几步之遥的新宿御苑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庭园里还有间星巴克，可以在享受咖啡的同时，欣赏由城市天际线和花草植栽共构的美景。青城庭园位在江东区的青城白河，光听地名就能感觉到这一区的优雅与浪漫。早年这里是江户富商的宅邸所在，在关东大地震中遭到破坏，但意外地成为灾难期间的避难场所。1978年被指定为东京都的名胜。和新宿御苑的面积比起来小很多，大约只有御苑1/13的大小而已。池塘中散落3个大岛：中之岛、鹤岛和松岛，搭配远处的茶屋式建筑，像是一幅层次分明的画作。沿着岸边的岩石小径游走，好像深入画作之中，每走一步，景色就多一分变化。这里有一座名为富士山的假山，也
以布满的植物类似富士山的云雾步道而得名。这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迷石，是主人当年用船一颗颗收集而来的。在这里走一圈，沉淀心灵后，还有个文青一定要朝圣的咖啡店。附近的蓝瓶咖啡是日本第一间分店，仓库改造的空间变成满是咖啡香的时尚场所，文青气质直接拉到满分。新宿御苑因为地理位置及规模，成为东京人气的庭园。而青城庭园因为周围环境的气质，吸引文青前来这里寻找灵感。主流对上冷门，你喜欢哪一种呢？浅草寺是东京的超人气景点，尤其是雷门的大红灯笼，好像没有和它合照一张，就像是没有来过东京一样。也因为这里总是人潮爆满，加上参道是一条好吃好逛的商店街，最好一早就先过来参拜，再回头慢慢吃慢慢逛。浅草寺是具有近1400年历史的观音圣地，中间经历了地震及火灾而损毁。现在看到的正殿是1958年重建的建筑。浅草寺被视为能量景点，与自身的传奇故事有关。浅草寺的正殿一直神秘地躲过了火灾。当附近发生火灾时，会反复出现下雨或是风向转变等自然现象。经历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却奇迹般地逃过了火灾，但却没逃过1945年的大空袭而损毁。浅草寺的主像是圣观世音菩萨，这和台湾的信仰是一样的。由于精神上有强烈的共鸣，所以台湾人在东京也喜欢来这里参拜。1973年重建的五重塔，高约48公尺，虽然同为5层的构造，但因为是钢筋水泥的建材，好像少了一点点木造塔的风味和神秘感。由于这里不算是幽静的寺院，而且不像京都的寺院，大多有对外开放的庭园，很多人参拜结束就离开了，
附近的逛吃体验变得像是主要的行程。沿着约250公尺长的重建式商店街离开，如果没控制住小吃和纪念品的欲望，荷包应该会失血不少。推荐附近一家复古咖啡馆楼鸭鲁，自1962年开始营业，店内是满满的怀旧昭和气氛。一杯咖啡，一份欧式早餐，这里是当地人最爱的晨间时光。离开东京市中心，在住宅林立的世田谷区，有一间超有特色的寺院。豪德寺因为里面住了成千上万只招财猫而闻名，不过这里离市区有段距离，反而让室内的环境显得很清静。进门的正面是建于1677年的佛堂，里面供奉阿弥陀如来坐像。左手边的三重塔，乍看之下和一般的佛寺宝塔没什么不同，其实这里藏了一些小趣味。屋顶里面还躲着一些小猫。招福殿就是让所有猫咪失守的地方，一进来就会被眼前成千上万只招财猫给震撼。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猫呢？故事要说回宽永年间，燕跟藩主因为一只猫跟他招手，他走进寺院后而躲过一场大雨，认为是这只猫带来的好运，于是重建了豪德寺。这只带来好运的猫咪被称为招财猫，后人建造了招福殿来供奉它，祈求生意兴隆。现在看到的成牌猫咪，就是信众买来摆放，并祈求好运的能量场所。如果想暂离东京市区的人声嘈杂，来豪德寺参拜，看看可爱的猫咪，
一定能找到疗愈人心的力量。浅草寺的观音信仰和豪德寺的招财猫魔力，同样带有疗愈人心的力量。因为位置与周围的商业发展程度不同，一个有人气，另一个则是清幽环境。主流对上冷门，你喜欢哪一种呢？2023年开幕的《哈利波特》世界，是让哈利波特影迷再度失手的室内娱乐设施。影城位在练马区，坐地铁大江户线，或是火车西武丰岛线到丰岛园站即可。在门口体验票区就开始堆叠故事里的元素，为这段沉浸式的旅程铺陈气氛。1, 2, 3, 4。在等待区看着历年来的电影海报，突然觉得跟着主角们一起长大的记忆都回来了。影迷在这里一定会很感动。推开大门后，仿佛现场的所有人都变成霍格华兹的新生，期待进入礼堂后的分类仪式。城堡内部是一段随着路线变化的奇幻之旅。100%的电影场景还原度，像是把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的电影再看一次，只是这次的主角变成了自己。我在当兵的那段日子，很迷哈利波特的电影和小说，经常在半夜一个人站哨的时候，就在脑中把电影的剧情演一遍。没想到身在东京的影城里，竟然满足了当兵时的幻想。德斯里的房子，哈利波特的房间，9又3/4月台，魔法部，斜角巷，仿佛冒险的故事到今天都还没结束。2023年才开幕的影城，一下子就成为人气景点。不论是麻瓜还是巫师，都急着想在这里
找到逐渐消失的冒险回忆。江户东京建筑园位在小金井公园内，搭火车转公车大约1个小时的路程。这里有大量17到20世纪期间迁走、保育和重建的建筑物。喜欢复古建物或怀旧气氛的人一定不能错过。园区分成3个区域，东区展示了古人的住宅和商业环境，而且这里不只是建筑，连街道都还原当时的气氛。代表东京公共浴场的建筑很豪华，让人想起神社或寺庙的唐破风入口，也像是神隐少女的场景重现。Fall asleep to the sounds of the sea. With you right by my side, it's such a sweet lif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Nowhere else to b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可以深入商店的室内，近距离感受古人的生活痕迹。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Nowhere else to be. Escape this time with me. 中央区是古迹和名人的住宅。走进庭园与室内，踏在地板上的每一步，都还闻得到叫做怀旧的味道。Bell ringing aloud, but I'll never get myself out. It's only a lifetime, we can't wait. Drown out the sound until it's too late. 在古迹建筑里，除了能观察古时候的工艺技巧和建筑智慧，还能沉浸在某个时期的氛围里，想象当时的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西区的建筑风格很广，有怀旧的茅草屋，也有近代的前卫设计风格。这栋住宅建于1942年，是建筑师前田邦男的故居。看着我都好想住在这里了。So grit your teeth and twist the knife. 怀旧是一种想念失落年代的心情，
即使不一定经历过那个年代，却仍然渴望回到过去，拼凑一个理想化的片段。这种思念过去，混合了投射未来的情绪，让建筑园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时光机，让人穿越到简单而纯真的心灵。携带全球高知名度的人气 IP 影城，对上某段历史留下来的建筑园区，走在其中，让人沉浸在故事里，投射在想象的角色中。一个刺激，另一个平静。主流对上冷门，你喜欢哪一种呢？晴空塔是日本第一高塔，高度634公尺，是来东京不能错过的地标景点。晴空塔又叫做天空树，附近有好几个车站，交通非常方便。不过我选择从浅草寺走过来，这样就能看到更多角度的晴空塔。走过盐问桥，会经过牛鸠神社，看似干净清爽的神社，其实创建至今已经超过1100年了。据说这里的牛像可以治愈疾病。We could talk under moonlight till dawn. 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 选择用走的过来，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沿途可以拍摄完整的塔身。因为塔的高度太高，到了塔底就只能发挥创意来拍摄，根本无法拍进完整的塔身。坐高速电梯会先到350楼的观景甲板，这里有餐厅和咖啡厅，可以悠哉地欣赏东京无遮挡的市景。趴在玻璃上，寻找认识的高楼及地标，或是寻找饭店的位置，透过上帝视角看城市，好像总有发现不完的乐趣。东京巨蛋、新宿，甚至连富士山的轮廓都隐约可见。坐电梯到445楼的天望广场，从更高的角度欣赏夕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怕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很喜欢在很高的角度欣赏城市。恐惧没了，更多的是对美景的渴望。即使太阳下山了，天际线仍然透出红橙的黄光，像是要吞噬这座城市。
而钢铁建筑及玻璃帷幕勾勒的坚毅线条，正在无声地对抗这张大手的掌握。当所有的大楼都亮起了灯光，像是放弃了抵抗，却为晴空塔的上帝视角展现了耀眼的另一面。距离东京市往西不到1小时的车程，有一个米其林3星的自然景观。海拔599公尺的高尾山，虽然高度不及晴空塔，却能更近距离地欣赏富士山。除了以高尾山杉木为主要建材的车站，走过商店街，再搭乘缆车就可以轻松地上山。高尾山有些天狗的神秘故事，山上的药王院也有座天狗雕像，这个形象就被延伸到这里的必吃点心天狗烧。沿途很多高耸露天的杉木，看得出来这里的自然生态被保护得很好。中途会经过药王院，这里是真言宗至山派的大本山。祈求开运除恶，净化身心之后，再走一小段路就攻顶了。高尾山朝向市区这一面，一样可以远眺东京都内的高楼。虽然无法像在晴空塔上一样细数建筑的数量，仍然可以看到地标型建筑的轮廓。山的另一面可以看到清楚的富士山，很多人会坐在健行台，一边看山一边野餐。说这里冷门，其实并不准确。高尾山每年游客超过300万人，登山客人数高居世界第一。不过，相对于晴空塔每年4到5千万的登塔人次，300万只能被迫叫做冷门了。
从高尾山欣赏市景，除了开阔的视野能刺激更多人生的思考，更靠近富士山的神圣，还有药王院的灵力加持，不但视觉得到满足，心也被疗愈了。晴空塔占领着日本第一的建筑高度，而高尾山则是拥有世界第一的登山人数，两者都有欣赏东京市景的绝佳视野。一个时尚前卫，另一个贴近自然，主流对上冷门，你喜欢哪一种呢？每年圣诞节之前，六本木总是会涌入满满的人潮，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拍被千万灯光包围的东京铁塔绝景。六本木 Hills 广场的树也都装饰了灯光，让这一区充满浓浓的圣诞气氛。一定不能错过六本木知名地标的大蜘蛛，和人约在这里碰面，绝对不会搞错。里面还有热闹的圣诞市集，好像一秒就来到了欧洲。走到六本木 Keyaki Zakadori， 这里就是以灯饰装点行道树最美的一条路。人行通道的另一侧挤满了拍照的人潮，因为这里有个最能代表东京的经典画面。点上灯光的东京铁塔，被装点蓝白灯光的行道树包围着。看到这一幕，心里突然想起小田和正的歌声，好像30年前的东京爱情故事，还在这里持续的出演。从天桥上能拍出完美的画面，而走到马路上，又是另一种置身其中的梦幻感受。这一区的夜景，不光是建筑与灯光相互辉映，而是光线与情绪的交融，浓浓的浪漫气息，让人感动的大声说出“我愿意”。东京高楼林立，不乏在高点看夜景的观景台。从早期的六本木新城顶楼，到最近开幕的涩谷 Sky， 都是能一览东京夜景的开阔视野。不过，这些观景台都不是免费的，有些还需要预约，并不能随性的说走就走。其实东京有个免费
而且游客不多的观景台，这里就是东京都厅。东京都厅是东京政府机关的办公场所，在新宿都厅前站出口的位置，交通非常方便。这里不需要预约，南北两栋都有展望室，45楼的位置，距离地面202公尺，和其他的观景台高度差不多。也许这里并没有当作观光景点在宣传，所以知道的观光客并不多，反而是个能安静享受夜景的空间。在这里享受夜景，似乎可以看到城市的另一面。虽然少了背景音乐，却能听到东京脉动的心跳声。六本木街道看到的夜景是浪漫气氛的堆叠，而东京都厅看到的夜景则是静默之后的感动。一个是置身其中，另一个则是疏离的美感。主流对上冷门，你喜欢哪一种呢？不管是选择主流，或是拥护冷门，都不能否认的是，东京旅游的丰富性不只是景点的数量，还有体验与感受的多元。也因此，选择主流或冷门的讨论会一直存在。不过，就像是喝咖啡一样，也许要尝过浓烈的口感后，才能体会温存之后的余韵。不完全是2选1，而是选择谁先谁后的顺序。你喜欢东京旅游吗？去过东京几次了呢？有去过哪些即使人很多仍然推荐的主流景点吗？或是有哪些一去再去的小众景点呢？如果你也喜欢透过旅行思考人生的意义，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跟我一起用不同的观点探讨旅行的乐趣。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Cause every time I see you, life goes bright, like dayti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t seems as if my mind stopped wandering round and round. Oh, since I found you.